大家好，我是吴一，今天我们来聊聊交易中最大的坑。我之前有讲过，我认为交易者最重要的品质是耐心和信心。当然，这是建立在有完善的交易系统的前提下的。耐心也不是说拿着一个亏损了90%几的单子，充满信心的等待它解套。我要说的坑也不是没有耐心和没有信心，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缺点。之所以说是坑，是因为这个特质在很多情况下是个优点，但是在交易中可能会变成一个致命的缺点。这个坑叫追求完美。追求完美可能是阻碍一个交易者稳定盈利最大的障碍。说句可能会被喷的话，如果你不能放下执念，接受交易的不完美，你大概率还没有悟到交易中的道。对于完美的执念，有时候会导致对策略和逻辑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每个月都要赚相同的利润。然而市场是多变的，不同的策略需要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发挥作用。追求每天都有稳定盈利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中存在着多种策略和逻辑，而且这种数量可能数不胜数。在交易的过程中，稳定和完美的追求有时候会让交易者陷入困境。我们应该关注整体逻辑而非细节，只要单笔交易符合整体逻辑并且符合风控就可以执行，否则应及时离场。交易的难度在于大部分人都无法战胜自己，更何况与整个市场博弈。我们常说华尔街没有新鲜事，历史总是在重复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形势有一个更理性的判断。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陷入到一个思维的怪圈里，认为历史的走势会像复制粘贴一样在现实中重现。索罗斯其实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呼应，市场的波动也是如此，它们不会完全相同，但它们会有相似的模式，而人类的心理和情绪是有规律的，因此市场的走势也是有规律的。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历史的走势不会一模一样的重复，历史走势的不断重复是指走势的一般性，过于关注走势的特殊性会导致交易方法越来越复杂，反而会受制于交易者自身的限制。这种孤立片面的认识会让思维和操作陷入僵局。比如说市场有 N 种策略和逻辑，今天的行情适合第一种策略，明天的行情适合第二种策略。那么如果你想要每天都有利润，你就必须每天都更换一套策略和逻辑，而这一定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你能知道后面的行情最适合哪种策略，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预测了市场。但其实我们没有人可以真正预测市场，这种在不同策略间跳来跳去的结果就是你的交易会变得越来越混乱。你最应该做的其实是去切割你的市场，至于会出现多大的行情以及行情出现的频率，只能是市场说了算。我的投资模型今年虽然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在回测中得到了一个比较优秀的理论预期收益值，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运气的成分，因为今年市场的走势恰好完美的契合了我的投资模型。这虽然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并且警惕的是，在市场中经历一段时间无法盈利是常态，甚至不亏损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这段时间可能长短不一，但如果你对自己的逻辑不信任，就会频繁的改变策略，导致当符合你逻辑的行情出现时，却遗憾的错过了。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我的交易模型。我在关于模型的最后一期视频中提到了过拟合的问题，这跟我前面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很多人在建立模型的时候纠结于最好的参数是多少，我觉得这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你的交易系统是否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逻辑之上的。如果有人做了一个均线系统，发现用22天均线比用25天均线的效果要好很多，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说明这套系统并没有一般意义的有效性，你不能用历史的特殊性去推演未来走势的一般性。另外，一个好的交易系统一定是简单的，简单到几句话就能表达清楚，因为逻辑越简单，你执行起来就越容易，也就越容易做出最优的结果。而且如果一个交易系统很复杂，就意味着参数很多，参数一多就意味着交易系统失去了其一般性，这就跟有些人纠结用20天均线好还是用22天均线好是一个道理。这也是为什么 AI 模型在股票交易方面表现一般的原因之一。我觉得一个好的交易者应该尽可能多做定性的分析，而不要太痴迷于过度极致的量化分析。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最新一期关于使用乖离率止盈的视频中，只是提供了统计数据和操作思路，并没有进行回测寻找最优参数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意义不大。在历史数据中表现最好的参数，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同样是最好的参数。我提出的这个止盈策略也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可选项，提前止盈的目的是可以卸下一部分持仓的压力。每个人的操作系统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持仓大小、性格以及承受压力的能力进行适配的，而且提前止盈的效果会根据行情的特殊性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有可能你止盈以后，后面几个月继续下跌，市场又给了你在更低位置补仓的机会，但也有可能止盈以后没有出现任何的回调，尤其是当大行情出现的时候，提前止盈必然意味着损失上涨行情中带来的部分利润。每个交易者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折中的选择。作为交易者，我们不能既要也要。我们所赚的超额收益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来自于波动，也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回撤。不想承受回撤，
但是又想获得超过市场的收益，除非你能预测市场，不然我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交易者需要摒弃对完美的不切实际的追求，注重简单明确的逻辑，关注整个市场大势，时刻保持理性判断，而不是对短期的波动和市场的特殊性所左右。我是吴一，我们下期再见。